这无疑是我见过最屌最过瘾的一次野外约会。不仅要带着漂亮媳妇去潜水摸虾，还得给她在海底整一条10斤重的东星斑，让媳妇能够获得吃荤自由。这真是老龙王搬家，老厉害了。杰哥很快就整装待发，直接和鲨鱼来一场海底共舞，就连海中的千年王八都想上前凑个热闹。这摆明就是老寿星上吊，嫌命太长。杰哥暗地里装好鱼枪，蓄势待发，不料连射2回都是空军。不会昨晚跟媳妇斗地主用力过猛头昏眼花吧？此时杰哥开始对着镜头找出一大堆理由，一时说地球引力太大，地面太硬导致误差，一时又说是这把鱼枪的品牌不行，必须换一把有刘德华签名的才可以。这借口也是没谁了。一群海鸟环绕着小船来回飞翔，其中有一只不怕死的勇士停在杰哥手上，他看起来有点疲倦不堪，就连杰哥把他扔进海里也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于是杰哥只好将他放到礁石上，让他安心躺平。临走前还送了一句话给海鸟先生：再不走就莫怪老子心狠手辣。杰哥刚上岸就发现了一只椰子蟹，正在享受着人类带给地球的垃圾馈赠。不过作为环保先锋的杰哥来说，在此呼吁大家一定要爱护咱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随后和媳妇一起朝着夕阳的余光出发。论身材和样貌，不得不说嫂子长得真得劲。你们也喜欢这样的嫂子吗？杰哥与媳妇在享受完鸳鸯戏水之后，波涛汹涌的海水开始躁动起来。此时杰哥就像一只等待开屏的孔雀那样，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岸边，展示出自己那该死的非凡垂钓技术。这难道是太上老君炼丹，炉火纯青呐？只不过万万没想到被朋友抢了风头。看鱼竿弯曲成拱形的样子，这条鱼货应该是条大鱼。杰哥接过鱼竿，而朋友则去峭壁下面对猎物进行包抄，历尽艰辛，终于把大鱼带了上来。看这条鱼的个头，起码有5、6斤重。杰哥眼看今天钓鱼的手气不咋地，那么明天是时候放大招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杰哥再一次被朋友的王者吊击，彻底的啪啪打脸。为了能在媳妇面前展现自己那该死魅力，杰哥直接放出狠招。既然钓鱼运气不行，那么直接坐船到深水区那边。杰哥来了一个标准且优雅的姿势跳入海里，熟练的拉紧弹射鱼枪，瞄准目标，一击毙命。沿着鱼线捞出一条倒霉蛋，这是一条5.99斤重的东星斑。不得不说，杰哥真是母鸡头上站青蛙，我直接顶呱呱呀！上岸之后，杰哥急不可待地在媳妇面前展示了一番快很准的鲨鱼技巧。看媳妇那专心致志的表情，好感度直接拉得满满的。先不说还会用椰汁烹饪烧鱼，又会做饭，又能捕猎的男人，甚至连小编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膜拜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位达人睡在海上，一张被子铺在船的底部，差不多占了所有地方。这是杰哥提出的一个自我挑战，不带任何食物出海存活1天。迎来第一个问题就是饥饿，刚下到10米深的海底，便碰上虎鲨幼崽，还有妖娆的海底板白素贞，这真是瞎猫子撞到死老鼠，运气实在太好了。杰哥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船上，不断向着更深层海域前进。贮存淡水的船底已受到海水的侵袭，只有用挤压的方法才能将其排出，甚至连发动机的燃油也顺利告急。杰哥不得不打电话向老胡发起了紧急求助，老胡迅速带来旺财给予慰藉，并且把一人一狗拉回到浅滩上加油。夜幕将至，杰哥整理好家具，铺上防水床垫，再盖上一张薄薄的床单，那就是他在海上过夜时的所有设备。真是老太太疯麻袋，简直太秀了。浅睡了一觉之后，天还没亮，杰哥拿着小夜灯不停地探路，只能等到天蒙亮才可以下潜摸鱼。他实在太饿了，好不容易等到太阳出来，杰哥穿上设备，侧身一头钻进大海，手拿鱼枪，耐心搜寻，终于让他看到了目标——起早贪黑的可怜鱼儿。最终挨了杰哥一枪，任其再怎么挣扎，也没有什么卵用。杰哥首先把鱼哥扔到了船上，接着使出浑身解数往上爬。这一刻，海面波涛汹涌，危机四伏。不管杰哥如何激动，也得先换个地方紧急避险。杰哥一边逃离，一边显摆地举起战利品。这条一大早献祭的鱼儿起码有6斤重。不得不说，杰哥真是麻雀吃了河蚌，确实很棒。小船在浅水区停下来，然后就开始给自己做早饭了。杰哥使出20多年的鲨鱼经验，从鱼脊为起点进行丝滑般的分割，最后使其皮肉分离，得到一张完整的鱼皮。点着专用的陈年老伙计野外小炉灶，坐着吃，躺着吃，随便吃。杰哥情不自禁地喊着，实在太好吃了。在海底插到一条20斤的生鱼，你将如何应对？杰哥第一个念头就是直接生吃，真可谓麻雀吃小蚱蜢，确实凶猛得很。杰哥什么也没说，就从海中爬上了一个奇怪的小岛。这个小岛不允许有任何明火，杰哥必须找到合适的食材，
如果能捕捉到龙虾生吃，那再好不过。说干就干，带上唐三进阶版的海王五叉戟就钻进海底，虾兵蟹将小喽啰通通闪一边去。你们的个头太小，不够塞牙缝。就连一向社恐的鱿鱼，看见来势汹汹的杰哥，立马起身闪人。紧接着，杰哥完全不顾我们观众的感受，开始脱去身上唯一的布料，整个人立马换上一坨马赛克浮在水面。随后，杰哥将裤子缠在手上，原来他的目标是这只隐藏在缝隙里的红颜龙虾。由于裤子缠在手上，极大限制了手部的灵活性，连攻数次均被龙虾顺利逃脱。此时，杰哥气得在水里一阵输出，最终用气过猛，肺部还是扛不住，只能先行上岸。杰哥对着镜头噼里啪啦的开始解释失败原因，由于没有穿戴装备，这才被迫选择了光腚展示身材。加上龙虾浑身都是刺，一旦皮肤被戳破后，极可能会发生中毒或感染。杰哥，你就不要再解释了，我和观众都相信你就是了。杰哥换好装备，准备一个人潜入深水区，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。杰哥手持五叉戟，又钻入水中，目前距海面约25米，五叉戟走到哪里，海鱼都会象征性的躲避一下，就当给高级灵长类动物一点面子。不过鲨鱼哥除外，我才不会惯着你。众多鱼儿徘徊在杰哥的脚下，海面上波光粼粼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好。除了杰哥有点体力不支，估计昨晚又和媳妇斗地主弄得很晚。杰哥重新回到岸上，此时鳗鱼哥见状，立马落荒而逃。夜幕将至，累瘫的杰哥直接躺在沙滩上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就看见长寿哥的挖洞技能。不过他也害怕杰哥的饥不择食，于是迅速的游回大海。杰哥手持五叉戟，再次出发。这一次的目标非常明确，不是鲨鱼，也不是鱿鱼，而是这群大摇大摆的深鱼里任何一条。杰哥一叉子过去，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，晕倒了。好事成双，再来一叉子，申哥立马躺板板，不再反抗。浮出水面的杰哥高举右手狂叫起来，接着将申哥塞进了潜水服里，让其闻一闻什么才叫真男人。这个男人从衣服里掏出了一条大鱼，这是一条重达20斤的深鱼，仅仅用了10多分钟，杰哥潜到水下20多米，用唐三传授的五叉戟捕鱼秘术，直接戳中了深鱼的要害，加上气宇轩昂的压迫感，深鱼最终被塞进杰哥的潜水服里，一直游了半个小时才回到岸边。拥有灵长动物原始基因的杰哥，用大猩猩的方式表达了一番，随后拿出小李飞刀的刀，沿着申哥身上的皱纹一路切割，直接把薄薄的生鱼片塞到口中。这样的味道并不比金枪鱼逊色多少。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吃白食的小伙伴立马现身。老胡听着杰哥满嘴跑火车，等不及的他还是自己拿起了一片生肉塞入口中，这味道，这肉质果然鲜口美味。第二天，杰哥换了一套新的设备，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带着旺财继续探险之旅。这一次，老胡也跟上了步伐，他们此次目标就是一只大龙虾。只见杰哥取出装备，穿着贴身潜水服，看看这身材，有哪个女人看了不迷糊？更别说杰哥有型又多金了。杰哥一口气直接游向深水区，像这种大石头最合适藏匿大龙虾了。龙虾们自以为藏得天衣无缝，殊不知那该死的胡须彻底出卖了自己。这次有备而来的杰哥随手抓了一只龙虾调戏了一番，翻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未婚的宝妈。杰哥也只能将它放归自然，既然母的不行，选择一只邀功了得的公虾总行吧。这一趟海底捞月总共抓了2只龙虾，不过它们的个头都不符合杰哥的胃口要求。他打算换一个捕捉地点，可是还没开出几百米，车子却直接停下来不走了。原来轮胎彻底沦陷在水坑之中，这下连车上的旺财也懵逼了。不过总是吃白食的老胡终于派上用场，有了他那台大车的牵引，杰哥的小车成功摆脱了困境。此行探险要来回数百公里，看杰哥晃晃悠悠行车曲线，老胡忍不住龇牙咧嘴笑了起来。一路高歌猛进，从沙滩开到高地，足足颠簸了4个小时，也终于抵达潜水地点。到底杰哥能否捕获到一只巨型龙虾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这无疑是我见过最为嚣张的捕鱼达人，一口气直接潜到水下10米，这只5公斤重的顶级大龙虾就这样被生擒了。只见杰哥带着老胡开车走了299.99公里，到达目的地，现场兴奋地对朋友们踢了一脚。紧接着，2人穿戴整齐，一头钻进水底。杰哥的第六感告诉他，眼前的礁石里肯定有巨货藏匿于此。随后，一只骚手探了进去，杰哥整个人趴了下去，一遍又一遍地拖拽着，这才将龙虾哥揪了出来。真是母鸡头上顶青蛙，我直接顶呱呱。这一只大龙虾不停地在杰哥面前展示他的邀功有多厉害，反复在他手上做着卷腹运动。龙虾哥企图用一招神龙摆尾抽他一个大嘴巴，怎料被杰哥狠狠地镇压住。为了减少彼此的痛苦，杰哥打算先用冰块让他冷静下来。此时被冻晕的龙虾哥也只能任由杰哥肆意凌辱与解剖。偌大一只龙虾
如何吃得开心，还是用来烧烤最合适。杰哥掏出一根特大的私人牙签，就像剔牙那样捅进了龙虾哥的头部，顶着上壳来回抽插，当然腹部也要这么做。很快就把龙虾哥壳肉分离，接着来一招身首异处，拧出龙虾哥的下半身，装门面清洗一下。而旁边同父异母的小虾弟也在劫难逃。随后用剪鼻毛的剪刀沿着虾背逐一剪开。杰哥无愧于捕鱼杀鱼的求生老手，每一个步骤都是那么有条不紊。把所得龙虾肉放入锅中即可，盖上锅盖，用温火慢煎。旁边的老胡则拿出82年的老啤酒，和杰哥泡起了海上鸳鸯浴。两人经过一轮你侬我侬之后，剩余的龙虾肉用竹签与蔬菜串了起来。这几根竹串在外面起码也得250，兄弟与烧烤谁也别想跑，这绝对是每个男人的挚爱，就连旺财都能享受到顶级龙虾王的细皮嫩肉。突然让我想起思聪养的王可可，有时候真是人活着不如狗。此刻我只能隔着屏幕流口水，看两个30多岁的男人在夕阳下嬉戏打闹，那就是我们逝去的青春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富几代，真叫人羡慕嫉妒恨呐。关于赤手空拳单挑4斤重的大泥蟹，我谁也不服，只服有快枪手美誉的杰哥，因为他早就把双手练成了快如闪电，不管是掏穴的，还是摸水里的，就连藏在树后的，杰哥通通都要去调戏一遍，真是平生不见陈近南，变成英雄也枉然。杰哥二话不说，带着贴身护卫走进红树林，一进来就见到一对小禽正在做俯卧撑，这等良辰美景怎么少得了杰哥呢？于是他上前打了个招呼，受惊吓的小公蟹，他的小弟弟差点缩了进去，为了捍卫尊严，立即举着钳子就攻击起来。他势必要保护自己身后的女人，这真是纹身师闭眼，秀了杰哥一大脸。杰哥继续向红树林的深处前进，这只泥蟹身怀隐身绝技，敌不动我不动。怎料杰哥的火眼金睛早就锁定了他，泥蟹在杰哥戏弄一番之后，终于原形毕露，恨不得跳起来给杰哥的小蛋蛋2记大钳子。还没走2步，杰哥从地上捡起了一个大钳子，看来这周边一定有大货。神勇的杰哥缓缓地走进螃蟹洞，将细皮嫩肉的手臂伸了进去，一阵标准的回手掏动作后，硬生生用手指肉带出了一只大家伙。双方大战300回合之后，杰哥最终以血肉之躯抓住了对方的大钳子。这是一只体格健壮、相貌诱人的大公蟹。杰哥考虑到以后还要带媳妇过来游玩，生态环境不能太过于单一，也为了能让螃蟹家族有质量性的迅速扩大，于是将它重新放回原处，希望蟹哥以后有同样品质上等的后代，为蟹氏一族继续发扬光大。杰哥的火眼金睛真不是盖的，隔着几公里都能看见爱情动作片的画面。独臂夫妇正在为蟹氏家族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请收下小弟的膝盖。一人一狗不断地进入树林的深处，突然杰哥以100米冲刺速度抓到一只正在自家门口散步的蟹大哥，这般操作换谁都得当场懵逼与愤怒。短短的1个小时，杰哥先后碰到了5只独臂公蟹。螃蟹界似乎对杨过的英姿情有独钟，突然杰哥发觉赤手空拳上阵捕捉蟹氏一族有那么一丢丢危险，万一有个好歹，那就悔恨已晚。杰哥不再耍帅，最终放弃了肉搏，而是换上了螃蟹难以抵挡的铁钩子，只需要将它伸进洞穴里轻轻一勾，此时螃蟹定会忍不住与其握手打招呼。捉一只2斤重的大泥蟹究竟有多么容易？就这么一个铁钩子，便可以使自己一统天下，成为红树林的霸主。杰哥慢慢地把铁钩伸进了一个蟹洞里，经过一番你不情我不愿的极致推拉动作，从而顺势将蟹大哥拖拽出来交谈一番。原来又是一位独臂蟹大侠。出于好奇的杰哥用2米长的钩子伸进蟹大侠的洞府一探究竟，不探不知道，结果吓一跳，居然比2米长的铁钩还要长。只能说这样的学府真是深不可测。红树林里蟹洞比比皆是，杰哥手拿的铁钩子再一次侵犯到其他蟹洞府家中，用他成名已久的掏穴技术，搞得洞穴里面的螃蟹心痒痒。等他忍无可忍出来查看哪个438扰人清梦的时候，杰哥再一次上演了赤手空拳的好戏，在浑浊不堪的泥水里一顿乱摸。也许乱摸早已驾轻就熟，又是一只9.99两重的小公蟹，而且也是一只独臂小蟹仔。这样的体型与残缺不全，在杰哥看来根本不符合自己捕蟹的标准。终于碰到一只8肢健全的小公蟹了。从腹部可以看出，小公蟹出生才不到1年，还没有领悟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精髓，所以才能保持完整的身体，俗称青头仔。为了青头仔有一个美好的童年，杰哥还是把它放回原地，让其继续潇洒人生。真正的英雄，谁不喜欢与强大的敌人大战几百回合？就喜欢蟹哥看不惯杰哥，又干不掉他的急躁样子。有些泥蟹只知道冲锋杀敌，而有些泥蟹则避而远之藏了起来，比如这只躲藏在海藻之中的蟹兄。忽然，杰哥变得小心翼翼。这是一个大洞套小洞的洞穴，
而今天的主角就在里面。杰哥小心地把手探了进去，屁股撅成45度的标准姿势，两只铁手终于将大家伙捞了出来。要不是谢兄为红颜搏斗时弄丢了一块钳子，估计杰哥引以为傲的中指怕是保不住了。惊慌失措的大家伙相继而动，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此时不想与你拌，只想把你脸撕烂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关注一下吧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